竹鱼、母地鱼，然后诗。大家好，我是英选，我的频道终于破了2万啦！谢谢大家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准备了破2万订阅的纪念，只用中文来说，我为什么要学繁体字？我看留言不少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学繁体字，为何不是简体字呢？学简体字不是更有用吗？韩国没有学繁体字的地方吗？为什么要来台湾念书？我要用中文回答。我其实当初学到的是简体字，韩国很难得看到能学繁体字的补习班。听说只有1所补习班教台湾中文，可是那边是准备台湾留学的地方，所以我到台湾留学之前呢，都在韩国学简体字。那为什么决定要学繁体字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我听到台湾的中文以后，才觉得我想学学看中文。台湾的中文很好听，很有温暖的感觉，而且繁体字的笔画更多，看起来很酷。但是我有时候很担心考试中的学生们，在很短的时间内怎么能学完文章呢？时间够吗？我刚刚说到繁体字很酷，可是前几天我朋友给我介绍看起来很可怕的字，就是这个讯信，长得为什么这样啊？下面那个看起来虫子的腿，上面是看起来虫子的眼睛，很像蜻蜓的脸呢。我感觉有一点恶心，真不好意思。汉字很有魅力，韩文是表音文字，只要知道念法的规则，就能读出来所有的字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汉字呢，每个字都有意思，只用几个字就能造意思丰富的句子。我最喜欢的句子就是在台湾早餐店看过的，忙碌时如忘记微笑，敬请见谅。好棒！我看到这个句子以后很感动了。这个句子里面包含他们的辛苦啊，还有他们对客人很不好意思的感觉啊，这个职员跟客人互相体谅的感觉。看到这个句子以后，我感觉很怎么说，很暖暖嘛。还有中文语法很像是很精致的程序一样，语序非常重要。韩文跟中文的一个大的差别是，韩文的语序不太重要，主语、母地语，然后诗。主语、目的语、叙述语颠倒也意思不太会改变，中文倒是改变。韩国社会上的确比较用大陆的中文，可是我后来知道，很多跟台湾有关系的公司招聘员工的时候，特别愿意在台湾留学过的志愿者。我觉得学繁体字也是有竞争力啊。但是无论学哪个语言，保持学习是最重要的。我刚开始到台湾生活的时候，很不容易习惯看繁体字。我先看着招牌或者菜单，查一查我不知道的词，然后后来有些词真的让我不耐烦，比方说为、让。我真的以为这个为跟让很难的词，结果我已经认识的词，这样我每天都查汉字。大概过1个月后，
我才看习惯了。然后以前我有大陆腔，刚到台湾的时候我这样说：哎，你去哪儿？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自然而然有台湾腔了。还有些词跟大陆不一样，让我搞混。这个词我在韩国学的是和，但是台湾人和也会说，但是汉这个比较多说。还有一些词声调也不一样。这个词大陆是一声，台湾是二声。星期、星期、期待、期待、危机、危机也是不一样。现在呢，我已经习惯了听台湾腔，所以我比较听得懂台湾人讲。我的人生，아니지. 언니가 좋은 거야? 아니면은 방해하고 싶은 거야? 심심한 거야? 我的人生是分为学中文前跟后。我学了中文以后，我的人生有改变了。我很开心每周跟大家分享影片，跟大家沟通。我为了多了解台湾，会保持练习繁体字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此。喜欢今天的主题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给我留言分享您的想法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安녕。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，喜欢台湾需要旅游吗？因为是台湾，所以很喜欢。